皇后晚安。起来吧。你急于求见，有何要事？臣妾想与皇后单独商议。有何密事不能宣知众人？臣妾今日还未用早膳，就前来知事之部了。李夫人既然诚心思过，本宫倍感宽慰。时时已到，便可离开。可是臣妾在织布时，左右思量，越想越觉得臣妾并无过错。你此话何意？臣妾并非有意伤害徐丽夫人，不过是徐丽夫人自己踩上我的长卷，岂是臣妾所能料？即便是意外，也因你不小心而起。如今徐黎夫人受伤，难道你就全无责任？况且你也说过，甘愿受罚。臣妾是感念徐黎夫人的不幸，才退让一步，自请责罚。但皇后掌六宫，该能明辨是非才是。明知臣妾无辜，怎能无理处罚臣妾？你要求见本宫，到底所为何事？难道就是要用此等歪理巧辩，让本宫免你处罚吗？不是歪理，而是明理之人应当想到，徐黎夫人当时不知闪躲，就应该怀疑是否别有居心，自残以嫁祸于臣妾。如今她受伤，也是各安天命，怎能将所有的怨气都……闭嘴！本宫本也宁信你是无意伤人，只叫你静心自省。但你竟寻衅挑拨，如此态度，只会令本宫更加相信你是有意伤害徐黎夫人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就更要严惩不贷。皇后想罚我，只怕日后皇后你会后悔的。本宫不知道你在弄什么玄虚，可无论如何，你休想在这宫里肆意而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再踏出知事半步，直到诚心悔改为止。皇后，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！求皇后放过臣妾，与臣妾腹中的胎儿吧！皇后，我真的没有骗皇后啊！求皇后发发善心，让御医来看看臣妾吧。这可是龙裔呀，大汗的血脉啊！皇后，如此重罚，臣妾真的挨不住啊！皇后，别在此装模作样，起来！求皇后饶了臣妾，饶了我腹中胎儿。快传御医！诺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醒醒啊！夫人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免礼了。怎么会突然晕倒？李夫人无碍，是怀了龙裔。这可是千真万确。夫人脉象流利不色质，如盘走珠，定是有喜。有身孕了。好啊，你以后就好好休养，需要什么就让白明告诉朕。定要小心身子，别又晕倒了。夫人身子虚弱，不宜再过操劳。还不快去为李夫人准备安胎之药，让她好好补气养身。诺。来，皇后，是臣妾有罪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，不要让臣妾再去知事受罚了。臣妾真的受不住啊！你告诉朕，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命臣妾受罚于知事，没有皇后的命令，不能离开半步。可是，你既然已经有孕，就不用再去知事，好好调养身子，但是也要记住，注意你自己的言行，才可以立得以育儿。可是皇后不是说，即便臣妾怀有龙裔，
也一定要受罚吗？本宫何时说过这样的话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当日臣妾因误伤徐黎夫人，自认有过，甘愿受罚。可后来在知事，便觉得恶心难耐，又想到御师迟迟未来，便怕有了身孕。可本宫应你所求去了知事，你并没向本宫提起你有孕之事。臣妾说过，只是皇后不信。皇后还责怪臣妾恃宠生骄，寻借口逃避责罚，一派胡言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皇后怎可污蔑臣妾？当时臣妾苦苦哀求皇后饶了腹中龙翳，可皇后不但不许，还加倍惩罚。臣妾为人如何，陛下最清楚。陛下认为臣妾是如此狠心之人吗？臣妾也句句真言，绝无半点虚假。若陛下不信的话，可亲自问他们，还有知事的侍女，他们全都听到了。不用问了。今早你求本宫屏退左右，所以已无人可作证。看来，你早已想好做这出戏了吧？臣妾冤枉！冤枉！在知事里，你对本宫狂妄无礼，出言不逊。可本宫方将知事门一打开，你就洒泪众人前，哭诉怀有身孕。皇后，天地良心，皇后怎可冤枉臣妾？臣妾虽然出身低微，但也懂得抱诚守贞，天地可证。求陛下信臣妾。陛下难道信他？臣妾若有半句虚言，诬害皇后，那臣妾愿意干裂肠断，花容尽毁。为了取信于皇上，已经对自己下如此毒誓，这母子连心，你就不怕伤及龙翳吗？若伤及龙翳，臣妾愿百倍受罚。公理自在人心，臣妾无惧无悔。快躺下，来。天下间，竟有你这等颠倒是非之人，本宫竟还让你入了宫，封了夫人。皇后，陛下不信臣妾。皇后认为此事适宜再论此事吗？启禀陛下，皇后见驾。臣妾参见陛下。朕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美食，来，快来尝尝。谢陛下。如何？陛下怎知臣妾最近戒吃辛辣？你的事，朕当然最清楚。以前啊，朕喜欢看你吃醋，但最近你好像是吃多了，腌的呀，就好像这梅子一样。若陛下是指李夫人受罚一事，臣妾自问公正无愧，只想有真相大白一日，不愿被人诬陷。子夫啊，其实你与李夫人只是误会一场。误会？我们二人之话矛盾相悖，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，含糊不得，怎是一句误会便可草草了事？心有猜忌，言语冲撞，当然会有误会了。李夫人为护龙翳，难免会出言不逊，这个她承认了，朕也教训她了。陛下信她。你或许是为了徐黎夫人的伤势忧心，对李夫人生了偏见，朕理解。李夫人已说甘心受罚，转而又因事反悔，难免会引起你的猜疑，令你觉得她是找借口脱罪。陛下之意是说李夫人所言为真，反是臣妾怒火遮掩，没理会她的苦衷。反正事已至此，李夫人又正怀孕，不如为龙翳着想，就让她安心养胎，既往不咎，和气、和乐、和睦，都是皇后一直坚持的。子夫人怀此心志，若为龙翳，此事臣妾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李夫人的品行，陛下必须认清。
过2日，臣妾就要同陛下出宫镇嫔。若无帝后管束，任由他在宫中横行，只怕此行臣妾会一路难挨。秦县镇嫔之行，朕决定推迟些日子。李夫人最近气血不好，胎相不稳，朕想等一切稳定些，再出发。陛下就没想过，她只是佯装病弱，博陛下同情吗？何况，镇嫔之妻已经昭告天下，百姓皆翘首以盼陛下圣临。难道陛下要为了一个宠妃，让百姓失望吗？朕都是为了龙毅。皇后自始至终都在说李夫人说谎扮假，何以如此笃定啊？臣妾亲眼见她变脸，人前人后判若两人。其实是她亲身哀求陛下留在身边，陛下又一时心软，答应了她吧。皇后是在逼朕吗？臣妾并无此意。你刚才不是说留她一个人在宫中，她会事事行恶？如今朕推迟镇嫔，正好免你担忧啊。陛下为关怀子嗣，延期出发，骨肉情深，臣妾理解。臣妾不该勉强陛下，就请陛下让臣妾独自前往，将浩荡皇恩带给百姓。皇后一定要独往吗？朕只是说压后行程，你却偏要坚持出发。你就不能像从前一般温柔、体贴于朕？陛下，臣妾本以为这建议可以替陛下分忧，没想到却触怒龙颜。只怪臣妾当初不惧慧眼，错封礼记，误堕圈套。臣妾现在就回宫思过，静待镇嫔之期，依时出发。陛下出宫之后，子夫不能不思之念之，只有将思念化作针线，再用丝线将这疆土一一绣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朕便要与你踏遍九州，到此图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亲睹百姓，和乐丰足。那子夫要在这图上绣一个“和”字，贺我大汉天下，和乐丰足。如今大汉天下，多数百姓已经安稳和乐。虽不是每个人都丰衣足食，但已是臣妾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在这个图上绣个“和”字，那朕也要兑现承诺，与你踏遍这和乐天下。明月，诺，吩咐善侍预备羊羹青鱼。这些都是皇上爱吃的，我先前对皇上的语气确实过重了。奴婢这就去准备。白明，小的在。快去为朕收拾行装。陛下明日要与皇后一起出宫镇嫔。朕答应过皇后，要与她一起到未封足之地镇嫔，让天下百姓同享和乐，同沐皇恩。还有备酒，今晚与皇后共宴。诺。
皇后，方才皇上的进士已经回禀，说皇上去了披香殿，又没交代何时回来。皇后还要一直等下去吗？再等等吧。诺。要不是遇见袁叔，还不知道你腹痛难睡。幸好义父找到陛下，若没有陛下守护，臣妾肯定过不了这关。没事的，放心，有朕在。臣妾好怕，求陛下别走。朕不会走的。走吧，回去预备明早出发镇平。诺。快把米粮发放给民众。参见皇后，昨日收到米粮的百姓，现在正在外面叩谢皇恩浩荡呢。希望所有百姓都能丰衣足食。明日我们去石桥乡派粮，替我准备些简单衣装，方便行事。我要亲自派粮，让百姓感受浩荡皇恩。诺。启禀夫人，平阳公主到访。公主，李夫人有身孕，勿需多礼。谢公主。恭喜李夫人身怀龙翼。多谢公主。公主与大将军新婚燕尔，在外游玩的日子可惬意。多谢李夫人关心。本公主在进宫之前，一切都安好。夫人腹中孩子可安好啊？孩子很好，只是我偶尔会头晕做梦。不过想到孩子在腹中渐渐长大，我就满足了。公主要不要摸摸孩子？既然李夫人说身子不适，我就更不敢触碰了。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会被人诬陷有损龙胎平安。公主何出此言啊？本公主一回长安，就听到皇后谋害龙翼的传言。入了宫，此等诬陷之词，更是甚嚣尘上。公主明鉴，这恐怕不是诬陷之词，而是事实。我也没有想过，皇后忌我得宠，以致生了狠心。忌你得宠，可不是？你如今这一身以罗珠履，真可谓华美耀眼，气势非凡。你可还记得是如何得来这今日风光？当然记得。当日若不是公主提拔，将我引荐给皇上，我怎得今日盛宠？公主的知遇之恩，我没齿难忘。当日我见你美貌出众，能歌善舞，又谦厚知礼，才给你机会。既然你记得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一朝得宠就目中无人，妄存野心。冤枉啊！我不负公主叮嘱，好好伺候皇上。只不过得宠，引来皇后妒忌逼害，求公主明察。就凭你几句话，就可以重伤皇后吗？皇后贤德之名，非一朝一夕而得，更非你三言两语可毁。你要知道，你所面对的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一个是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。凭你一个小小歌姬，竟敢兴风作浪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后不也是公主府中歌姬出身？对于公主与魏家之间的传言，我也知晓不少。如果我将公主刚才所言禀告皇上，
公主手揽前庭后宫，图为谋权。公主以为皇上会如何处置呢？你尽管去告诉皇上，我有何惧？你可知道，皇上欲册立太子之时，并非问朝廷文武，而是问站在你眼前的平阳公主。我即使如你所言手揽前庭后宫，那也是皇上对我这个姐姐的信任。你不要以为身怀龙翼就可以任意妄为。以前有个王夫人，甚得君心，又诞下皇子，当日风光宠爱比你更盛。如今她的下场，你不妨可以去打听一下。本公主既然能捧你上天，也可以随时把你踩在脚下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什么？大将军这次遇刺，奋战而伤及心脉，这几日情况已是越来越坏了。这锁骨一定要治好，大将军。臣等已想尽所有办法，可大将军毕竟征战多年，已积下不少旧患内伤，这次新病旧患一并复发，他恐怕坚持不下去了。朕不能失去大将军，加派御医，直到治好为止。否则就不要再来见朕。诺。你说刺客全是常年周转于长安和西域之间的胡商？是，且都是士族出身，常对大汉有不满之言。只是刺客全部被杀，尚未查出是否有同党或背后主谋。继续查。最近还要留心边防，以防外敌先发制人。诺。陛下，去寝县的人向皇后报讯没有？皇后何时能到长安？信使在寝县，没见到皇后。什么？信使到寝县，镇平大队仍在给民众派发米粮，但皇后与段中尉带着小队人转去了平阳县。他们怎么突然去了平阳县？也没有派人来禀告朕。信使已经快马加鞭去禀告皇后了。你再多派人马去追皇后，务必要她速回到长安。诺。拜驾大将军府。诺。此事必有蹊跷。到寝县报讯的人明明说，皇后母坟被水冲塌，但方才发现坟墓无恙，连看坟的人也称不曾派人来报。偏偏此时弟弟遇刺，那究竟是谁？是谁要陷子父于如此绝境？一定要回去，一定要马上回去！皇后，目前根本走不了，回城的桥梁因山石坍塌而断。桥断了可走山路啊！山路狭窄，仅单程可行，马车根本无法通过。外加现在暴雨不断，走山路实在太危险了。子父曾经孤身一人，走过横尸遍野的山头，如今也不怕走着风雨交加的山道。段大哥，我一定要赶回去。卫青定在垂危之中，否则皇上不会一招再招。我一定要尽快回去见卫青，求段大哥帮帮我。卫青是我兄弟，我何尝不想马上见到他？但是，我现在更要顾及你的安危。我的安危？多少年来，卫青都是处处护我，出生入死，从未想过自己的安危。如今弟弟危在旦夕，我怎能只顾一己之安，置他于不顾？他做的一切就是保你平安，所以你更不能出事。从小，我与卫青以相伴照顾，我每次痛苦无助，每次身陷险境，他都舍身相护。而如今，他重病在我，生死未卜，他现在最需要我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岂能不在他身边？手足情深，岂是这疾风暴雨可以阻挡的？这些时日在外，我常常梦到他。昨夜我还在梦中见到，我与他回到童年，他为我抓鱼，我帮他补鞋，同甘共苦，相扶相持，一切那么美好。可如今，
我知道，他一定在等我，一定很想见到我。上天既然赐给了我这么个同甘共苦的弟弟，他也会让我们一起共度此关。段大哥，我明白，你见不到卫青，比身陷风雨还痛苦，那我们就冒一次险，我护你单骑奔回去，即刻出发。你好好养病，外敌暂没有任何意图，你不用担心，朕一定会为你报仇。谢陛下。卫青，你连千军万马都尽踏于脚下，也定能渡过此劫。你有振作。臣这一生，所有功名为帝所赐，感激陛下提拔上士，与臣机会。陛下赐予臣一如伯乐相马，实际不得伯乐，安得千里之足？这一切皆是你该得。你浴血沙场，纵横大漠，为朕立下靖边攘夷的赫赫功劳。谢陛下信任。如若陛下顾念臣曾为汉室立下战功，可否允臣一试？你有何要求，朕都必答应你。你尽管说。臣这一生尝尽人生百味，一时无欲无求，如今只有一忧，就是臣的姐姐。有朕照顾，你无需担忧。陛下，前听风云诡谲，后宫莫不如是。臣担心有朝一日，姐姐为人所害。朕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姐姐一生心系陛下，其心日月可见。可沧海桑田，变幻无常。若能以臣的汗马功劳换陛下一诺，你说，无论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请陛下念在臣的毕生功绩，保姐姐余生安稳，一生无虞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谢陛下。你坚持住，你姐姐一定会回来见你的。苍天哪！你已经带走了我的乖女儿，难道还要带走我的贤婿吗？你要带就带我走吧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起来，大将军一生戎马，保卫家园，苍天一定会保佑英豪，让他渡过这一难关的。人生在世，重要的是不枉此生，其他的不需要牵挂。我知道你会照顾3个孩子，如今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的是姐姐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子父。要伤子父，就先杀平阳。对不起，公主，卫青不能践行承诺，与公主服侍年华月了。幸福与否，
不在岁月长短，与你携手的时光，即使是须臾，我也永世难忘。我卫青从一介马奴到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总算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哥哥姐姐，在我最后的日子里，还能与公主相伴，此生足矣。如若能让我再见姐姐最后一面，我便此生无憾。你一定可以见到姐姐，一定可以。苍天在上，望能怜悯子夫卫青姐弟情深，祝子夫早日赶回，见卫青一面，让他们姐弟无憾诀别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回来了。到哪里了？已经过了新丰，很快就可以入城了。赶回来就好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姐姐回来了。卫青，姐姐回来了。你不是答应过姐姐吗？你不是答应过吗？在天下太平之时，会安享着半生征战回来的福乐。弟弟，你醒醒啊！你起身看看姐姐。姐姐回来了，你答应过姐姐，我们姐弟要闲来共聚，细说小时的种种苦乐嘛。卫青，如今你有良妻，有孝子，有我们小时做梦也不敢想的一切，你怎么舍得唯诺而去？姐姐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你是上天给姐姐的最大恩赐。姐姐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有你这个好弟弟。姐姐以你为荣，你安心的去吧。
卫青一生戎马，7战7捷，战功足可彪炳千古。朕要将卫青厚葬于茂陵的另一边，让卫青与霍去病一左一右，今后常伴在朕的身边。全军将士必自大将军府列队至茂陵，齐齐送别大将军的灵柩。臣遵旨，臣定将一切办之妥当。卫青不仅是朕的干城大将，更是朕亲如手足的家人，定要为大将军风光大葬。朕定会亲临他的小殓和大殓，让他生前身后尽享荣耀。臣替卫青谢陛下隆恩。你先下去办吧。诺。等等。陛下有何吩咐？子父、姐姐，你们要小心身子，丧事朕自会处理，你们放心休息吧。多谢弟弟关心。我与皇后相陪，开解劝慰，心神已平静了不少。陛下，臣妾想多留一日陪姐姐，请陛下恩准臣妾明日再回宫。就依皇后的意思办吧。姐姐与卫青夫妻情深，朕会于卫青的大殓之期，作福当心，以谢他巩固江山，所建功勋，以表万世。作福当心。作为臣子，卫青得陛下以手安息，用此至高仪节告别，是他莫大荣耀。谢陛下如此厚待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丧礼一切事务，朕已交代段宏操持，你们可与他再做参详。臣定当竭力筹办，让魏大将军尽享哀荣。请陛下、皇后、公主放心。有段大哥悉心打理卫青葬礼，子父一定放心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回来了。到哪里了？已经过了新丰，很快就可以入城了。赶回来就好。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了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陛下因魏大将军的离世而烦忧，臣妾特备了安神祛瘀的汤羹，让陛下舒怀解乏。好，辛苦了。请陛下收拾心情，才能好好劝慰皇后啊！陛下失去重臣大将，可皇后失去的是骨肉相连的亲弟弟啊！唉，这最后一面竟没能见上，皇后肯定悲痛不已，实在是天意弄人啊！要不是皇后突然绕道回故里，如今就不会追悔莫及。明明是去请献朕嫔，中途怎会与段中尉离队返乡呢？也幸好有段中尉从旁保护，否则雨天赶路遇到什么不测，陛下该多担心啊！不要再说了。臣妾是说错什么话了吗？请陛下恕罪。可能是朕多想。
陛下，陛下深夜不眠而驾临，是否心念卫青，还是另有要事？朕心有疑虑，心结难解，就不知你可否为朕解开心头百结？臣愿为陛下分忧。为何朕派段中尉往寝县保护皇后，最后你二人却离队去了平阳县，以致卫青临终也盼不到姐姐来见他最后一面。抱憾离世。皇后振嫔期间，有一自称魏府的人前来报讯，指皇后家乡的祖坟坍塌，所以皇后心焦，决定带小队人赴平阳县，留大队继续振平。这些朕都知道。可是，报讯者到底是受谁人之命？这臣不知道。臣只知道护送皇后赶至母坟之时，却见一切完好。守坟的人也称，从未派人前来报讯。臣思忖，一定是有人从中算计，骗皇后回乡，心怀不轨。但是各种原因，还要再继续追查。让皇后回乡，心怀的是什么不轨之心？倒是可堪斟酌。不过若不是卫青出事，你与皇后回乡共聚童年旧情，也算是一件快慰赏心之事。陛下是否在怀疑什么？既是心头百结，自然有不少令朕疑惑之处。刚才一劫，段中尉解不了，那这一劫不知你又可否为朕解开？朕当日为段中尉赐婚，以为你与那骊姬是天生一对，但后来你突然向朕提出要休了骊姬，实令朕存疑。试想当年你冒死保骊姬一命，其情何等轰烈，却只因数年无所出，便要将她休弃。朕过后思量，实在觉得匪夷所思啊！当日臣已向陛下解释过，不孝有三，无后。那为何你不立妾，反而一定要休妻？休妻后又为何不再娶？想必是感情转冷，觉得骊姬始终不如你那年轻时，甚至其实是童年时有结发情谊的关外女子刻骨铭心吧？不，旧情早逝，请陛下相信段宏所言。臣是独子，不能绝先祖嗣。那朕马上替你甄选官家淑女。此婚已继后又如何？朕就知道你一直放不下那个童年女子。臣什么结发早弃，旧情亦早逝，全都是欺君之言。你那结发情深，早与朕心头百结纠缠在一起。朕再问你，为何你与皇后改道回乡，回来竟二人同期一马？你又如何解朕此戒？陛下，是因为桥断路阻，臣急送皇后回长安，一见卫青一面，才权宜为之。这的确是失了体统，但皇后与卫青姐弟情深，臣与卫青兄弟情重，情急之下乱了方寸，求陛下恕罪。乱了方寸，她毕竟是朕的皇后，你就与她全无君臣之礼吗？陛下恕罪，是臣大错。朕只提这3个结，你都不能为朕圆满解开，朕不免失望。不过你一句与卫青兄弟情重，朕倒是有点感动。段宏听旨，臣在。大将军卫青与中尉段宏有兄弟情谊，大将军心脏，诸事代酬，
朕派你前往茂陵驻守统筹，明日一早即刻离京，让你一尽兄弟之义，也让你仔细思量，忠君慎行。臣必在墓前尽心施为，不负圣意。卫青素喜幸和子，请陛下准臣在卫青墓边遍植杏树，以慰其英灵。杏树4年开花结果，不守到开花结果之日，断红不归。准奏。罪孽轻深，勿宁不见。指望我的离去，能换来你的安好。这下你痛快了吧？一切都依你的计而行。哼，我不过是找人报个假讯，让卫子夫与段宏急奔平阳下看母坟。狗皇帝就中计，断定他们有私情。哼，什么英明盖世，什么九五之尊，为了一个情字，照样被嫉妒迷信。又恰巧卫青遇刺而死，皇后失去了靠山，段宏远走，就连平阳公主和那议长者，都一同离开了长安。皇后示弱，之前你说的什么天时地利人和，果然是厉害。当然了。事已时迁，我们的大好时机来了。哼，只是李姬一直服用的天香丸，虽然可以让他体香诱人，但如今天香丸的毒性已经蔓延，我也没有研制出解药来。他如今怀着龙翼，身子却每况愈下，长此以往，轻则颜貌尽毁，重则毒发身亡。若他母子不在了，你就失去了靠山，不可以自由出入皇宫，行你的复仇大计了。所以，我才要你这个无色无味、银针也测不出来的毒药。你要用这毒药毒死谁？皇上、皇后，还是……都不是。我怎会就此便宜了他们？那你要用这毒药毒死谁呀？夫人，你快醒醒啊！夫人，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发生何事？陛下，夫人她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快传医医。诺。李姬，李姬，你不是说有话要对朕说吗？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来了？何时发现李夫人出事的？她今日见过何人？发生过何事？陛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陛下，我的女儿她，女儿啊，义父来迟了，你怎么抛下义父呢？你怎么就不等义父啊？李夫人，为什么就带着孩子走了呢？你醒醒！义父来迟了，对不起你。你急忙叫我进屋来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告诉我。女儿啊，你快起来告诉义父。这是什么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是在读谁的书章？是姐姐送来的。她已经与喜娘、易叔叔到达平阳县故居，正准备去王母坟前
替卫青祭拜。朕还以为是段宏留给你的书札呢。他走得匆忙，未及道别。我也期待他早日报个平安。启禀皇后，李夫人的安胎汤已经备好了。安胎汤。臣妾近来都有吩咐厨房为李夫人做些安胎汤，现在就送过去，免得凉了不好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李夫人死了。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死了？她是中毒而死的。谁人下毒？朕也想知道。或许要问皇后你。陛下此言何意？最近皇后一直在给李夫人送汤。陛下是怀疑臣妾毒死李夫人？是朕不得不疑。这是她死前留下给她义父的书帛。义父亲近，女儿惶恐，不可终日。皇后外侮，毁乱宫闱。什么？臣妾一向清白，怎会如他所说，与段大哥有奸情？他这是污蔑、陷害。难道他用自己和腹中龙翼的性命来污蔑陷害？这绢帛和凝香墨都是朕所赐，自己亦出自他手，所以书帛也不可能是伪造。当初说不敢告诉朕，所以急找袁书商讨，朕也可证他死时，袁书是受急召刚到。他上面说，惧怕臣妾与段大哥的事情因被他发现而杀人灭口，所以他的死，陛下认为是臣妾做的，是吗？陛下相信这是实情吗？朕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每次见你，你都是清白无瑕，清明意境。可是陛下还是怀疑臣妾了。朕也不想怀疑，但是朕确实没有证据，以证明李夫人所言为虚，也不能证明你与段宏清白为真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最近发生林林总总，都让朕不得不怀疑，你与段宏之间的情谊到底有多深？请陛下明示。你对他的关顾，他对你的守护，都是义无反顾，舍身忘己。那只是兄妹之意啊！你们成朕嫔之变，结伴离队返乡，并无通知朕。臣妾已说过，那是街道家。而且你们二人同骑一马回来，态度亲昵，是朕亲眼所见。臣妾见弟弟心切，无奈大雨断桥，山路只容一骑，段大哥才出此下策。段宏也是这样说，因为这是事实。可到底是事实，还是串通一气，朕已经分不清了。朕还以为调离段宏可以。陛下是为此才调段大哥去守墓，而不是为了臣妾，为了弟弟。陛下竟然因为臣妾要赶回来见弟弟，而错怪段大哥。子夫是在怨怪朕吗？你第一次与朕争辩，是为段宏丧父，如今第一次怨怪朕，也是为了他。看来你们果真情谊深厚，那为了对方杀人灭口也不为奇。陛下如此妄下定论，也算是明君吗？这也只是依目前的证据而言。臣妾只希望陛下不要受妒火所逼，查出真相，还臣妾与段大哥清白。朕一定会查，但愿事实真相如皇后所言，你与段宏
既无杀人，亦无苟且。皇上才命大人往茂陵为魏大将军守坟，何以在半路又急召将军回京啊？长安传来消息，说李夫人突然离世，不知是否为此有新的任务。待我明日到达长安，入宫觐见皇上，才有分晓。你去歇息吧，明日一早还要赶路。路。我是宫中李夫人的义父。李夫人刚刚仙逝，我奉皇上之命，为李夫人祈福安魂，所以还请店家这几日专为我准备些糙米粗食。大人节哀，我定会安排的。啊，有劳店家了。大人，您的房间在这边。啊，请请。这之字上半部也是后字上半部，之与后二者相近。兄弟应该与我朝当今皇后颇有渊源。这之字又可拆为节，以之字论你一生，可用3句话来概括：半生功名，一生寂寞，情路坎坷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既有心引我来此，又何惧现身？我已了得剑法高明，但这方氏的皇子到底有何企图？陛下屏退左右，是李夫人之死已查出什么？还是有什么话想问臣妾？朕来是想问段宏的下落。段大哥不是前往茂陵为弟弟守坟吗？朕召段宏折返，但他失踪了。失踪了？那他可会遇到什么危险？他身手不凡，能遇到什么危险？但愿他不是因为李夫人揭出秘密而畏罪潜逃。看来陛下已经认定我与段大哥有私情，有罪责。那敢问陛下，可有查出什么真凭实据？朕也想查，但人都失踪了，如何查？陛下，臣妾一直在想，如今一切都与李夫人之死有关。若能找出死因，或有眉目。臣妾在宫里，也每日在钻研李夫人所中何毒，望能找到真相。幸好西域打通了，从前无所知的药物，如今也发现了。原来西域有奇花异草，
足能做到无色无味的毒药。陛下，这就是皇后所言的真相，或者这才是真相。这是你亲手赐予段宏，内有他附近坟土的锦囊，是他随身之物，别说你不认得。段大哥的锦囊，臣妾当然认得，但怎会在此？因为段宏他刚刚在此。不，否则如此特殊的锦囊，你早就应该发现。侍女清洁打扫也该会发现。定是有人栽赃嫁祸。李夫人说你与段宏有私，你说是诬陷。朕在你寝室亲手拾到段宏的锦囊，你说是嫁祸。是谁诬陷谁嫁祸？是朕吗？陛下，事实并非陛下所见。段宏孑然一身，最亲近的就是你。段宏失踪，朕不得不来问你，但朕本是想在你清净明白的言辞之中解除朕的疑虑。真没想到，原来朕却证实了这一切的疑虑都是真的。请陛下息怒，臣妾确实没有见过段大哥，如今他下落不明。启禀陛下，廷尉急报，于宫外抓住段中尉。如今下落就清楚明白了。好，把他押来见朕和皇后。诺。下去。诺。段宏，皇后听闻你失踪，恐你遇到不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臣于折回长安途中，突遇偷袭，才没有及时回宫面圣。可有受伤？并未受伤，只是被迷香迷昏。醒来之时，已离未央宫不远。若是偷袭，为何只是迷昏你，而没有杀了你？臣也不知道。臣也觉得此事蹊跷，急于查明，所以即刻回宫。还是偷钱回宫被发现后才假装赶回宫啊？陛下何出此言？因为你与皇后毒杀李夫人，事情败了，你偷偷潜回宫中，与皇后商量对策，是吧？陛下，李夫人之死，怎会与臣和皇后有关？你与皇后的私情被李夫人发现，你俩联合毒害了她，没想到灭口无用。她死前已留了书帛，揭发你俩苟且之事。陛下岂可妄作定论，血口喷人？皇后何以盛怒至此？难道是心虚？是因臣妾无端被污蔑，还是怕你的段大哥被捕为阶下囚？陛下，皇后一心向陛下，怎会与臣有私？若无私情，无杀人灭口之事，你又为何在面圣之前偷偷去见皇后？臣刚入宫，又何以先见皇后？这是什么？这锦囊是朕在皇后寝室发现的。你若从未去过，锦囊为何在此？陛下，段大哥曾被迷晕，身上物件应是当时被偷。臣妾殿中进出的人众多，要想放一个锦囊，有何难？陛下，臣怀疑陷害皇后与臣的一切阴谋都是一人所为。是谁？李夫人的义父袁叔。袁叔与你二人皆无旧仇，为何要设计陷害？臣也不明白。但这次袭击臣的的确是袁术，而且他出手不凡。真的？荒谬！臣妾亦相信袁术有诈，他与李夫人绝非泛泛之辈。而且李夫人当日变脸，臣妾也早见识过。
朕如今也见识了皇后的变脸。此事牵连陛下英明，皇后清誉，还是请陛下明察秋毫。臣有证据，可证明李夫人义父正是害臣之人。好，那朕就召袁术入宫，让你们心服口服的认罪。拜见皇后。参见陛下。皇后带着盘水与剑来，是想效仿朝中大夫蒙冤在身的盘水加剑。端平盘水，请天子公平裁决。若查明臣下不忠于君，将以此剑自刎。陛下，段宏愿与袁术当殿对簿，洗清冤情。臣妾既设此案，也请陛下一同裁决。如非冤枉，臣妾当以此剑自裁，以正国法。皇后，你我尽是清白，有何可惧？就只怕审判不公。好，你二人若是无罪，朕为你们证明；倘若真的不忠于朕，就让你们正法，让皇后盘水加剑。朕要公平审判。小人愿为义女与段大人对簿，只求为义女讨回公道，安其在天之灵。袁术，段中尉指控你用迷香施袭，偷他锦囊，放于皇后寝室，栽赃嫁祸。小人与段大人无冤无仇，为何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？陛下，此人心怀叵测，不是早怀恨于臣，就是怀恨于朝廷。几年前，他曾假扮方士，无故为臣死。哦，哼，原来是你呀！我记得了。陛下，小人曾在城外酒寮算卦，见过段大人。若无记错，当时就算出段大人和皇后颇有渊源。果然不假呀！朕也听过段宏测字之事，真没想到，当年我测出大人与皇后有私，如今我女儿竟因此而死。你捏造事实，一派胡言！你先是以迷香施袭，取我锦囊，再至于皇后殿中，全都是你早有预谋的圈套，以陷害我与皇后。你有何证据？证据就在他身上。臣遇袭时，曾出掌击伤对方，相信袁术的右肩仍留有掌印。若见掌印，就可证明袁术栽赃嫁祸，连同李夫人之死，也另有文章。陛下，小人为了证明清白，只好失礼于大殿。段大人看清楚了，小人身上可有掌印伤痕？当中定有蹊跷。你特意出现在驿站，诱我追踪到郊野，相信一定都是你的盘算。你，陛下，小人痛失爱女，奔走各地以查找真相，栖身于各处驿馆旅社，岂有盘算？可幸苍天见怜，让小人找到人证，并斗胆带进宫来面圣。
一揭真相。此人是谁？就是段中尉抛弃之妻，骊姬。宣骊姬觐见。民妇拜见陛下。皇后。骊姬，见到皇上，尽可说出真相。当日，段大人为何要休弃你？当日被休，说是因民妇无所出，但实际上是因为段大人心有他人，无法放下，不忍负我。其实，民妇与段大人徒有夫妻之名，未曾行周公之礼。几年相处下来，只觉得段大人对皇后处处关怀，甚至私下约会。就在陛下赐婚的那一天，民妇亲眼看见段大人烧毁与皇后的情书。骊姬，你为何捏造假证词，污蔑我？我只是说出我的所见所闻，可全是不敬不实，够了！除了皇后和段宏，一干人等全都退下！诺。盘水加减，公平裁决。段宏，如今人证都证明了你的不忠。陛下，骊姬所说全是虚言。臣对陛下一直忠心无二，否则不会孤身赴淮南，九死一生，连父亲都未能送终。你是在埋怨朕？不是埋怨，只是报憾亦报冤。说臣不孝，是有；说臣不忠，太冤。你不孝，那当年皇太后为田汾之死要杀你，朕逆母相护，也是尽义忘孝。那是因为陛下英明，知道段宏无辜，田汾该死。臣父西域寻张骞为陛下分忧，才错失救人时机。田汾却陷害忠良，意图谋反。但是你劫法场，假传圣旨，罪应处死。可朕仍是保你，在皇太后面前替你掩饰。当日陛下暗立宫禁，臣也在兰陵殿上拼死阻拦窦太皇太后，替陛下隐瞒。如今想来，当日你到底是忠君尽责，还是为守护兰陵殿的主人，也未可知。段大哥在陛下身边多年，忠君护君，出生入死，陛下何以如此猜夺？不是猜夺，而是摆在眼前的事实。陛下，臣确实与皇后没有私情，一切都
就是段宏，一厢情愿。你是承认，一直割舍不下的女子，就是与你青梅竹马、有结发之谊的卫子夫，朕的皇后。陛下，但皇后一心向陛下，知我痴情，既晓以大义，断书断情，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段大哥顶天立地，一直以兄长的身份守护臣妾，从无越礼越规啊！皇后楚楚维护段宏，可曾顾及大汉之君的颜面？你夫君的感受？正因臣妾视陛下为此生挚爱，才会心痛，才会不顾礼节地劝告陛下，不要错怪忠良。朕看不出你对朕是何情谊，倒看清楚你与段宏的关切情真。臣眷恋童年结发情谊，的确有罪。听凭陛下发落。若臣之死能令陛下息怒息疑，作为陛下的忠臣，皇后的大哥，臣死而无憾。好。朕就如你所愿。禁卫何在？在。段宏擅离职守，有负圣恩，押下去。明日午时处斩。诺。陛下。至于皇后，封功戴罪。